这是一个关于梦的传说。庄子在恍兮惚兮的梦中，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在天地自然中翩翩起舞，无拘无束。当庄子从梦中醒来，竟不知是自己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里变成了自己。如梦似幻见，人蝶不分，物我两忘，天人合一。2300年来，这个梦一直萦绕在中国文人雅士的心中，他们感悟着生命的本真和自由的灵魂，不能忘怀宇宙万物中那至真至善的壮美，在茫茫天地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一只蝴蝶。早春的终南山是一片雾的世界。千百年来，楼观的道人们在这片若隐若现的山岚雾气中，寻找着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契机。在他们眼中，宇宙是人身体的外化，它因为与人同体而与人相亲，因为与人相亲而成为诗意和审美的存在。这样的参悟方向，正是来自于2500年前曾隐居于此的老子。老师，自然乃万物之本，道乃自然所生，而人是否应该遵循这个不变的规律？正是，人乃天地所生，人所要做的，就是合于道，将生命的本真不断地向道归根复命，而天之大道就是有与无的循环往复，在是与不是之间徘徊交替。在老子的思想中认为，自然是天地间不变的规律，是万物相通的法则。追求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才是道家的最高境界。而在寻找如何天人合一的过程中，道家美学就此产生。有无相生，知白守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终南楼观里的老子，并没有将美直白地告诉给世人，因为他更醉心于天地之间的虚无大道。而在老子逝去的300年后，一个逍遥不羁的中年人，将老子的道之大美呈现给普罗大众，为后世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烙上了深深的道家精神的印记。这个人就是那位梦蝶梦人不分的庄周，世人皆称他为庄子。出生于战国时期的庄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曾经做过宋国7员的小吏，生活贫穷困顿，
但他却摒弃权势名利，一生率性自然，追求逍遥无事的精神自由。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真正的美就在自然里，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要去体察自然，感悟天地与人之间的契合。庄子的梦蝶正是让人融入万物之中，与宇宙相始终，在物我两忘的过程中，才能体悟美的真谛。在亦真亦幻的人生旅途中，庄子始终远离俗世的烦恼，在天地中感受着美的存在，成为历代中国文人向往自由的精神楷模。庄子之后的数百年里，道家美学思想一直对中国的艺术家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它始终依附于儒家正统思想之上，没有自成体系。直到公元3世纪末期，道家思想才在一片礼教崩塌的乱世中，开始为世人，为中国的传统艺术开辟了一条前无古人而后者无数的美学之路。这个头不大却音量不小的板胡，是在击琴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击琴是后人们为了纪念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而给来自于西域的胡琴重新起的名字。这个音乐家就是嵇康。嵇康是三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文学家与音乐家，在中国艺术史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以旷达自由的个性著称于世。他崇尚老子与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一位道家思想真正的践行者。嵇康身处的魏晋时期，是一个干戈扰攘、政权迭变的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朝纲一片混乱。文人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他们开始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的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为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身为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正是当时世人争相崇拜的明星偶像。他潇洒飘逸，从容淡泊，将道家所具有的精神，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进行了最佳诠释。嵇康远离混乱的政治世界，反对矫揉造作的礼法准则，将目光投向了道家的自然，追求自由的放达的人生境界，在宁静中寻找着心灵的依托。但是，又有谁知道，这位特立独行、傲然天地间的嵇康，心中有多么的苦闷与孤独？
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他不愿意妥协求安。他选择了道家的离尘遁世，将情感寄托于山水江湖之中，放飞自己那早已不堪折磨的疲惫灵魂。三国末期，古琴已渐渐融入了道家清静无为、淡然超远的思想，展现出古琴高雅的艺术风格与飘逸的美感境界。而嵇康将琴的旋律赋予了一种游心虚无的道家意境，崇尚自然，关注个人内心的情感与天地的交融。竹林中纵情放达的嵇康，将自己心中对自然的感悟化作缥缈无形的音律。在短短数年之中，嵇康创作了古琴曲长清、短清、长策、短策，合称击世四怒，受到了世人的喜爱与推崇。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嵇康放达的音乐与庄子的道家美学不期而遇了。在共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学道路上，时间与空间早已没有了限制。嵇康是如何从天地自然中获得音乐灵感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知道，他在游戏人生般的音乐创作中，还是始终学不好现实的人生游戏。道家的哲学理论滋养了嵇康的艺术才华，但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博周孔，越明教而任自然的道家政治主张，却挑战了当时国家以明教治天下的统治理念。公元262年，嵇康因为朋友的缘故，被已掌握政权的司马家族以不遵礼法的名义处以死刑。他虽然一生畅游物外，却始终没有躲过世俗的龌龊与卑劣。古人说，琴者心也。高高的刑台上，嵇康弹奏了最后的《广陵散》。在一波三折的琴声中，世人听不到生命将逝的悲苦，只见到了乐者那豁达而包容天地的胸怀，让人们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死生，人琴合一，情琴合一，与天地合一。《广陵散》从此成为千古绝唱，而嵇康的精神不死。在嵇康死后的近100年里，司马氏建立的那个标榜明教治国的西晋王朝，在野心与背叛的屠杀中土崩瓦解。汉人的政权到了长江的南岸，而北方大地成了胡人的天下。现实的痛苦让衣冠南渡后的文人士大夫越发醉心于老庄之道，
司马王朝先前妄图扼杀的那种自然风度，此时已成为社会崇尚的潮流。道家美学在当时人的眼中，已是审美的唯一标准。老子认为，美在于体验，在于感悟，在于天人合一。因此，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士大夫们，纷纷在艺术创作时从自然万物中获取灵感。每一个晴朗的清晨，中南鼓楼观的说经台前，都能看到有人来这里练习书法。不过，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所用的墨是清澈的泉水，而用来书写的纸就是脚下的青石板。书写在中国的传统中，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而且是与精神世界的一种联系方法。而将这种意境达到最高巅峰的人，就是被后世誉为书圣的王羲之。王羲之出身于东晋的名门望族，自幼就受到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东晋时的文化士族几乎都笃信道家学说，王家也不例外。而正是家族的道家信仰，对王羲之未来的书法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道家美学的指引下，成年后的王羲之广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的书法追求平和自然、潇洒飘逸的意境，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来形容王羲之的书法。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王羲之是一位幸运的天才，得益于出身世家，得益于天赋非凡，得益于道法自然。他对于自己的书法曾做出过这样的描述：夫书者，玄妙之技也，自非达人君子，不可得而述之。这玄妙，正是老子心目中那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公元353年，东晋永和9年初，时任会稽刺史的王羲之离开循规蹈矩的官宦生活，与自己的朋友宴集于浙江山阴，即今天的绍兴兰亭。在兰亭的杯酒微醺中，王羲之望着涓涓不断的溪水，感受着山水之美，体悟到自然玄妙的真谛。他忘记了俗世的烦扰，也忘记了生命的负累。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用自己手中的一管笔，挥写下了千古杰作《兰亭集序》，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高峰，为日后行书的创作开创了一代先河，树立了美的典范。这是王羲之创作的《兰亭集序》，有着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为后世书家必学之帖。他那求美静健的笔姿，疏朗静雅的字态，
从容平和的气息令人心神往之。其中的23个之字，每一个都迥然不同，变化万千。《兰亭集序》的价值不在其书，而贵在其法。王羲之在不羁不厉、节奏舒朗的用笔中，体现了道家天人合一的精神和美的追求。这是人与心与天地相通的不朽之作，更是道家美学最高境界的根本所在。因为天地就是自我，而自我就是天地。那是一个完美而自由的世界，成物以由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那里，人生的烦恼与痛苦不曾存在，唯有畅怀于心的翩翩起舞。在漫天的缤纷中，人的心只需要忘记，忘记功名，忘记利禄，忘记滚滚红尘，忘记时间的更替，更忘记了自己。逍遥于天地之间，感受着大美的无形与永恒。